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道题的部分。首先，第一道题呢，你看整个荧幕上打上去之后，你就发现它的明显特色是好像没有数字，所以这应该不是一道数学相关的TPA 题，它是一道 verbal 相关的 PPA 题。那 math related，那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先看问句。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问句说的是什么哦。先不要看文章哦。那为什么不先看文章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文章的长度都会比 CR 还长。如果是老外的话，我会觉得没什么关系。老外的话，他阅读速度就是比较快，对吧？那就是他的母语。那对他来讲，先看文章，我可以完全吸收，我还可以整理，我还可以背给你听呢。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没什么关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光是看就很慢了，我们过组合资讯就会脑雾就乱掉。这种时候，你叫我先看文章，搞不好我等一下看到问句，我又忘记文章在讲什么东西，那我怎么去做思考？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由浅入深，我们从资讯量少的过渡到资讯量大的，才比较好筛选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我就会建议你先看问句。他说，select for with an affiliated institutio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 X allows a bank to share a customer account balance with affiliated institution。好，这边再去定义第一个格子要选什么。第一个格子的名字叫做跟附属的机构。好，那这个里面要选的是什么呢？好，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政府的就是某个国家的政府允许一间银行去把把客户的 account balance 就是账户余额资讯跟就是相关的附属机构去分享。好，什么叫附属机构？比如说中信银行是主体，那它可能有中信的保险啊，中国人寿啊，或者是有中信的产险啊，或者是有中信的一些其他的附属机构，整个财团旗下的附属机构，对吧？它能不能分享你的账户余额？And for with a non-affiliated institutio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 X allows a bank to share a customer's account balance with a non-affiliated institution。那就是跟刚刚差不多一样嘛，只是说另外一个格子是要选的是政府允许你可以跟非附属机构分享，也就是不一定是跟中信，有可能是跟什么？有可能是跟外面的一些电商集团把你的资讯分享出去，比如说中信分享给某某，中信分享给诈骗集团之类的，对吧？这样的概念。好，好，那我们先了解这个问句。接下来呢，我们直接去看文章了吗？先不用，我会建议你先看这五个选项。你先了解一下他来讲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所有的情况，然后呢或者是跟顾客先通知一下，好，或者是就是顾客没有明显的表示拒绝或者是顾客有明确的表示同意或者是没有完全没办法，大概知道这五个情况长什么样子，好，不用去细读，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这边不是要你去选择，这边只是要你知道，等一下我们思考的方向会是什么方向。当然，如果选项写的太长的话，你就斟酌看一两个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三步才是去看文章。看文章的时候呢，我们先读他说 X 这个机关就是这政府，他去限制说什么？去限制说银行怎么样去跟别的机构分享客户的资讯，然后就有去举例说除非今天就是顾客明确的去给予许可，不然的话没有任何的非公开资讯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账户余额，比如说信用记录，可以被拿来去跟这些非附属机构去分享要不要做笔记？我会建议你先不用去急着做笔记。除此之外，银行还必须要去允许客户去禁止跟 the sharing of even publicit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m。such listed telephone number，银行也要给客户这个权利，客户有权禁止别人去分享某些他们的公开资讯，比如说电话号码，给那些非附属机关这样子。好，The bank must honor any decision that the customer makes in these cases。银行就是有义务要去尊重，honor 的意思就是兑现的意思。比如说客户有什么要求，那银行要 honor 这个要求，那就意思是兑现这些要求。客户的要求，银行有义务要去履行。然而，以上讲的这些限制都不会去限制银行去分享这些资讯跟什么limit the sharing of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with any affiliated institution 跟附属机构，也就是如果今天对方是附属机构的话，那以上这些限制都不算是什么事情。All sharing information other than the type mentioned above is permitted。
所有的资讯都可以跟附属机构分享，excep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customers' password be shared。除了密码之外，密码是绝对不能分享，就算是跟附属机构也不能分享。那政府也要求银行要去跟各个机关通知。那我问各位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文章读起来非常的散？它也不是跟你去描述一个什么方案目的嘛，对不对？它也不是跟你去描述一个正常的故事，它反而比较像是一句话一句话跟你讲啊，这个可以分享，那个不能分享啊，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在现实生活中，这很恼人，这感觉很像是什么？很像是我们今天用了信用卡，结果呢，发现说，哎，奇怪，怎么没有回馈啊？或者是用信用卡，比如说这个就是跟盗刷了该怎么办？我们需要去看那个条款有没有 terms and condition， 信用卡公司写的小小字很细的那个条款，一页一页翻，然后把这些零碎资讯整理在一起。又或者很像是今天发生的保险公司不理赔你哦，你说保险公司我出事了，结果保险公司说拍谁也不理赔哦，你想说怎么会不理赔？结果要回去翻那个条约，一条一条来看，这个就是重点了。你要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境，这是我们代入法的第一步。所以各位来，现在我们重新来看这个问句哦。哦，这个问句在强调的是什么？在强调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允许一间银行去把注意到他分享什么东西，去把客户的账户余额跟附属机构分享。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跟非附属机构分享账户余额？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带入到什么角色？把自己带入到一个靠腰，我的账户余额被别人知道了，到底银行有没有问题？银行有没有合法？我们就把自己带到一个客户的角色。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来重新看这个文字条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只在乎账户余额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题目的问句写得非常仔细，确定就只有讲账户余额。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资讯，比如说什么电话号码啊、密码之类，那些都不重要。所以呢，我们的重点就只有在账户余额。但我们现在回来看，就会发现说，好，我们先把自己带到一个位置上，先解哪一个格子？其实老实说，两个都可以。为什么？两个相互独立嘛，一个是附属，一个是非附属，两个情况相互独立。你先解哪一个都可以。假设我们今天先解第一个，好，我们先想象说，哦，今天假设我去富邦，我有富邦的账户，结果我的账户余额被富邦人寿知道了，我很生气，到底他有没有合法？我想要找到他有没有合法。这时候我们回来看文章，就会发现第一句话讲到账户余额，对吧？哦，讲到账户余额，他说，哦，除非今天客户有明确的允许，不然的话，像这些账户余额这些非公开资讯，不能够被分享到什么？分享到非附属机构。这边讲的是非附属机构，那好像感觉虽然我刚刚选择先解第一个 column，但是这句话好像明确讲到第二个 column，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如果我发现我读到的资讯很明确讲到另外一个 column，我也可以跳回来先解第二个 column。所以这边我读到了说，除非客户有允许，明确的允许，不然呢，这些像账户余额这种资讯是不能够去分享给非附属机构的。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分享给非附属机构？就是客户有允许的状况下。所以在这个格子里面，我们来看，是所有状况吗？并不是，是跟客户告知一下就可以吗？是客户只要不禁止就可以吗？也不是，是什么？是只有在客户有明确允许的情况下，对不对？所以呢，在第二个格子里面，我们会选择的是第四个选项。那接下来我们当然继续看，想说，那如果是附属机构的情况下呢？那第二句话说什么？第二句话说，更进一步的，银行应该要让顾客能够去禁止分享公开资讯，像是电话号码。可是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跟我们刚刚讲的账户余额没有关系，第二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附属机构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要选附属机构，这句话不重要。银行应该要尊重顾客，这也不重要哦。第四句话，但是呢，以上这些限制呢，都不会去影响到什么，都不会去影响到跟附属机构分享。然后呢，说所有跟附属机构的分享都是可以被允许的。这句话看到哈，所以呢，我们就确定一件事，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限制，说什么你分享之前你要先经过客户同意啊，那个是讲非附属机构的状况。如果今天是附属机构的状况，那所有的情况都是允许的。所以呢，我们确定左边这个地方要选的是什么？要选的是 A 选项。
如果你带入角色去思考，就会发现，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好，我如果是被分享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我看第一句话就觉得说不对啊，你这违法了吧？哦，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那个条款里面讲说除非我同意，你才能去分享到一些非附属机构，莫名其妙的一些阿萨布鲁的机构。所以呢，我就知道这边要选的是非经我同意。那如果今天我是被分享到附属机构的时候，我再看到下面的地方说，哦，好吧，好像条约有讲说，哦，虽然前面那边有限制，但这个限制好像都不符，都只是规范非附属机构。如果是附属机构的话，没有差。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认了。所以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分享，对吧？所以呢，这道题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先看问句跟选项，先了解一下我们思考的方向是要找情况可以分享资料的情况，再带入一个角色，看文章的时候带入一个角色，去了解我是一个资料被泄露的人。再来看问句的时候，注意问句里面所讲的重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来，这道题目真的解题所需要的资讯只有2句话，就是我现在标起来黄色的这2句话，对吧？文章里面故意给你塞了很多莫名其妙什么电话号码啦，什么密码啦，什么银行要不要尊重，银行要不要怎么样，这些都是垃圾资讯。有没有发现，整篇文章里面只有一半以下的资讯被考出来？那你要怎么辨别这一半以下的资讯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刚刚在思考的时候，不是直接去思考，我们不是看完文章直接去思考，而是我们重新回来检查一下问句的细节，有确定说问句的细节问的是客户的账户余额。所以呢，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要怎么避免垃圾资讯的方法，叫做细读问句以及善用代入法。当你不细读问句或者是没有用代入法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把文章里所有的资讯全部混在一起去思考。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再来，我们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感觉上文字比较少，但是文字比较少，就真的代表说我们就能放松了吗？其实不一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先读问句嘛。问句说，请你选1跟2，然后呢，重点是要去完成这个填空。好，然后呢，他说完成这个填空就是根据文章里面的资讯是可以让我们去推得的。那一边选一个。那当然了，这个就不算完整的问句。为什么？这个问句没有讲任何实际的内容，对不对？它就只是要我们完成那一个句话。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回来，先不能从第一个地方开始看，因为这句话其实不算是问句，你知道吗？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刚刚讲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真正的问句其实应该是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应该要再补看这一句话。我们看问句是为了要知道到底我们要往哪个方向思考，可是刚刚那一句问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这句话咯。他说 the speaker's statement do not indicate that， 来注意哦，GMAT 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否定叙述，那题目当然会很好心，会帮你把它标出来哦，但是你要仔细速度发现，倒是有个习惯，看问句的时候速度特别的慢，因为问句是所有 GMAT 题目的核心。我目前看到有好多考生他做题遇到障碍，都是因为他问句处理的很草率，连问句都不懂在问什么东西，当然就会有障碍。他说，这个讲者的陈述并不代表说，好，the duty to something is ever less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duties，并不代表说某个东西的义务比起别的义务更不重要。另外格子说，这个讲者的陈述也不代表说某个东西的义务比起其他的义务还来得更重要。到底在攻三小，对不对？在这边来看，还不知道谁要先做，谁要先做是我们最后才去决定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文章的部分，好，然后边看文章边想去代入嘛。我们现在来看到他说，a certain ethical theory holds that everyone has 6 fundamental duties。某一个就是伦理相关的理论，它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呢都有6项基本的义务。第一个，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第二个，好去推动公共利益；第三个，行为高尚；第四个，公平正义；第五个，服从权威；第6个，忠诚，永远忠诚，有6个义务。According to the theory, when these duties conflict， 那根据这个理论，那如果这6项美德、这6项义务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下又要忠诚，一下要服从权威，一下又要我公平正义，一下又要我忠诚。那如果发现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后面就讲说 ，avoid causing harm to other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fair and acting honorably。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然后呢，比起什么？比起就是行为高尚更重要，或者是比起公平正义更重要。然后呢，去保持公平这件事，又比起什么？又比起这个服从权威更重要哦。就是推动公益这件事情，又比起什么？忠诚更重要，但是又比起什么？又比起就是行为高尚跟服从权威更不重要哦。哇，你会发现这个文章让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它虽然文字是少了，可是它资讯一样很散。虽然资讯是少，但它的资讯，它的感觉就很像是刚刚一样，就是硬是把一些零散的资讯这样子当垃圾一样丢给你。我们要怎么办？这种时候呢，不要忘记我们的流程是一样的哦。先不要去想说重看这个文章，回来重新读一下问句问句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并且这时候就要去使用代入法跟决定先做的顺序了，对不对？好，重新读一次问句。根据说，the speaker's statement do not indicate the duty to something is ever less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duty。他不认为，注意哦，他不认为说某个项目比较不重要。我帮你写一下，不认为比较比其他更不重要，比任何一个更不重要。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认为二比任何一个更重要。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句子简化一下？因为当我们看到双重否定的时候呢，这种逻辑是很难去思考的，我们就应该要带入那个角色去简化一下。如果我是那个讲者，我说我不认为某个东西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或更不重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反过来吧。举个例子，我不认为钱比起健康、家庭关系这些其他的特色更重要。意思就是我认为钱是最不重要的，意思就是它是里面排名最后面的。然后呢，另外一角色，那这样反过来，那如果我不认为某个东西比任何一个更不重要，那就代表说它排名是最前面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容易思考的角度，就是我不认为二比任何一个重要，二是 is important。然后呢，不认为一比任何一个更不重要，那这个时候呢，一就是 most important。所以我们要找到排名第一名的跟排名最后一名的。排名第一名的就是它不会比任何一个更不重要，没有人排在它后面，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刚刚文章里的这6个任务，我们要谁先解？你会发现说这2个其实是各自独立的，它在排序上是各自独立的，没有说在逻辑上什么谁因谁果啊之类的，它是2个情况个别的考虑，所以你谁先解都可以。你想要先解1也可以，你想先解2也可以，甚至你也可以尝试开始去排序。不管我们先解或先解，我们都会需要排序。比如说我们先解1好了，我们先固定起来1。来，当我们要找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谁在排名里面是第一名。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去整理咯。我们刚刚都看完文章，知道说有很多资讯是一个一个比嘛，来抓一条链条出来了。从这边开始，第一个 avoiding causing harm， 我们就用 C 比起什么更重要 ？C 比起 F 或者是 A 更重要。其实你知道吗？你不用把它画成一个链条，你甚至可以直接开始用删去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的是最最最重要的东西。那既然 F 跟 A 都已经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删掉了。F 跟 A 已经输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提前的把 F acting fair 前一句话应该是 A， 所以应该是先把这个 acting honorably 删掉。好，然后第二句话又说公平又比 obeying authority 更重要，所以这个地方又确定 obey authority 一定不是第一名。Promoting the common goo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loyal， 所以 being loyal 也不是第一名。然后呢，但是说 promoting common good is less important than acting honorably or obeying authority， 所以确定说 promoting the common good 本身也输过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因为它本身是 less important than others。所以最后第一个格子我们会选择的是第一个选项。这样比你排序还来得更快，因为你就是确定你只要找最重要的，你就可以把只要输了人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那你看第二个，第二个选项要的是不认为它比任何一个更重要，所以呢，它一定是输过所有人的。所以呢，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也可以确定，只要他有赢过人，我们就可以把它排除掉。那当然，第一个选项就不用再思考了，因为第一个选项确定它的情况就是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思考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句话。注意哦，这时候要找的是最后一名哦，所以只要叙述里面有讲他赢过别人，就不会被我们考虑。好，来，所以 avoiding causing harm to others 已经确定被我们排除掉了。再来呢，being fair is more important，being fair 可以拜拜了，因为我们要的是最后一名，所以他没有赢过任何人。然后再来呢
promoting the common good is more important， 我们要的是最后一名，所以 promoting the common good 也可以拜拜了。然后呢 less important than acting honorably or obeying authority， 会发现哦，所以呢，他这两个赢过他，所以这两个一定不是最后一名，所以呢 acting honorably and obeying authority 这两个都可以拜拜了。所以最后呢，答案会是 be loyal， 是E选项。所以第二个选项我们会选择 F， 不好意思，应该不是E选项，最后一个是 F， 因为有6个选项。你可以这道题等一下可以重做一次，你可以自己试看，到底是用看文章然后自己去画一条链条的方法比较快呢，还是用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先固定一边，然后呢一个选项用删去法比较快？但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用哪一个方法，都有一个原则，审题要很重要。你不能说只是把这个句子维持成原本的形式，而是你要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如果我是 speaker， 我讲说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比别的东西更重要，到底我想干嘛？我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比别的更重要，意思就是我认为它是最后一名，我认为它是最烂的。唯有你站在代入法的角度去深度解读题目，你才能够知道做题的方向。这个方向跟我们就是这个原则，这个方法跟我们前一道题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是一道一道做嘛，我们是先做这边，然后再做这一边这样子。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看问句最重要的事情真的不是说赶快去看选项这样子，或者是赶快去删去，赶快去看文章，其实是把问句解读完。所以为什么我问句看2遍是这样？再来，我们来看第3题。第3题呢，它先看什么？先看问句跟选项，所以我们的重点会先放在这边。他说，在以下的表格中去选择一个陈述，就是如果为真的话，则可以去加强以上的结论，加强研究者的结论。再选一个陈述是，如果为真的话，则会去削弱研究者的结论。这很像是我们讲的 CRT。那现在呢，我们来看选项的部分，真的文字有点太长了，这个选项的长度就真的相当于 CRT 的长度。所以呢，你不需要像刚刚一样，一次把5、6个选项都顺过一遍。因为我们现在看不是为了要解，我们现在看只是为了先知道说到底等一下我们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先抓1到2个选项，偷看就可以了。你们看到我这边写 pick， 就是偷看的意思。好，所以呢，他要我们去支持或者是削弱 conclusion， 对不对？那我们先偷看一下选项写什么。选项写的就很像是一般的 CRT 一样，就是说北美7到13岁的小孩，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会比起另外一个地方同样年纪的小孩来得更难，就是来得更难答对。再来另外一个选项，那些5岁的这些北美的小孩，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学过几何。好，所以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在问什么东西，到底是这个题目在干嘛，对吧？但至少我们已经有个心理准备，这个题目可能是跟一个教育研究，或者是跟心理学研究，或者是学习相关研究相关的学习效果相关的研究题目，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及知道他在问削弱或加强，等一下看文章的时候你会更容易进入状况。我们现在来看文章里面说什么，在一项研究里面实验里面，研究人员他们去抓简单的题目就是这些几何相关的简单题目，来去给不同背景的小孩子来去做题。那他说有一组呢是由7到13岁的 M 这个地方的小孩所组成，学生的组成。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是那种亚马逊的原始部落，有没有？他们其实没有受过任何几何的训练亚马逊原始部落哪有什么几何课程这样子？但他们的回答的速度跟回答的准确度竟然比法国的跟法国的小孩相比法国一样年纪的7到13岁的小孩相比，法国人是有学过的那些小孩是有学过几何的，表现竟然一样好。所以同样的年纪，一个是没有学过几何的亚马逊部落的小孩，另外一个是有学过几何的法国的小孩，他们在写几何问题的准确度跟速度竟然表现是一样的再来，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资讯，与此相比，5岁的美国小孩北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小孩，他们做这些题目就表现的蛮糟的比刚刚讲的都糟。所以最后研究者下了一个结论，说有一些几何相关的知识是什么？是天生的，是原生的意思，就是 born to have， 一生下来就有的。但这些几何相关的，就是这些原生的能力，其实在5岁之后才会慢慢的显现。我们看完之后会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第一个，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的话，你就是先回来看问句。问句我们确定说是要针对研究者的结论，所以我们针对的重点应该是说，到底以上的资讯能不能让我们去确定说，好，几何的知识是天生，但是是5岁之后才会出现。那我们带入的角色是什么呢？这边就会不太一样哦。如果今天是 strengthen 的话，我就是带入这个研究者的角色；如果今天是 weaken 的话呢，我就是带入想要去攻击这个研究者的角色。所以因为这道题目的立场不一样，所以你要带入的角色不一样。是 strengthen 就是带入自己，就是那个研究者自己。我要怎么证明我的结论是对的？如果是 weaken 的话，就是要带入去攻击那个研究者的角色。那现在呢，我们来想哪一个要先？其实这两个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之间没什么依存关系，不是什么谁先决定谁要后决定，它不是一个什么由因到果，它是一个完全对比的态度。所以其实你是两边分开来做，哪一边来做都可以。但是我的习惯是 weaken first，因为我们人类去抓别人的漏洞，比起护航自己还来得更容易，还来得更直观。所以呢，我自己会选择用 weaken first 来做。我会想，这个人他到底在干嘛？他说他要证明跟我们讲说，几何的能力是5岁之后才有，才慢慢开始有的。那他用的证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做逻辑，像我中介者课程，我都会去强调说，你的这个结论背后要跟着证据嘛，你要去想他用什么证据，再去想他的证据怎么支持他的结论。你的结论是说几何能力是5岁之后才有的，结果你的证据跟我讲说，来我们看一下证据说什么。证据说是因为你看哦，这些7岁的人表现都很好哦，然后这个美国5岁的人表现就很差。你的证据是这样比的，就是我让你看法国7岁的人，亚马逊部落7岁的人，他们的几何表现都很好，然后我让你看5岁的人表现就很差，5岁的美国人表现就很差，所以你得出的结论叫做跟年龄有关系。那可是不对啊，你拿了不同国家的人，有没有可能跟国家相关？有没有可能亚马逊跟法国他们是天生数学就比较好，没有错，可是你美国人基因就比较差，有可能吧？所以有可能有别的因素，对吧？就是有可能有国家的因素、人种的因素、基因的因素，但总而言之，不一定是只是跟年纪的因素相关。那这时候我们来看选项，就会发现你的心里面已经有想法，我要找到一个就是红色这个地方跟蓝色这个地方的对比，除了年纪之外，有没有别的原因可以去解释他们为什么数学变得差？我们看削弱的地方，第一个说，其实你把美国人哈，你把他们放到7到13岁，他们数学还是一样烂，亚马逊部落人还来了，那这不就证明了跟年纪没什么关系？是美国人就是数学糟，他美国人长大之后，从5岁长到7到13岁，他数学还是糟，是点到我们刚刚的预想，对不对？我们刚刚说美国人有可能就是天生数学差，他放几年就不会改变啊，所以跟年纪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选项会被我们保留起来。然后呢，第二个5岁的小孩子没有人学过几何，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去跟他相比的是什么？我们把蓝色跟红色相比，红色里面也有人没学过几何啊，亚马逊部落的5岁小孩也没有学过几何啊。那我们这边的5岁小孩，亚马逊的7到13岁的小孩没有学过几何，而我这边5岁的小孩，你跟我讲他没有学过几何，那这样的话不就更证明的是年纪的关系吗？我们重讲一遍哦，红色这边7岁以上的亚马逊的小孩没有学过几何，他们表现的比你好。你也没，如果你说你也没学过几何，你5岁，那不就等于跟有没有学过几何这个因素没有关联了？确定是年纪的关系，那反而是 strengthen 这个选项会被我们先停下来，先放着。C 选项说 M 的小孩，M 这个亚马逊部落，好，5岁的小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困难，跟就是美国人的5岁小孩遇到的困难是一样，那不就更证明了什么？其实跟人种没有关系，跟年纪比较关系嘛。如果全世界各地，包括你刚刚说表现比较好的那些年长的亚马逊部落小孩，他们回到5岁的时候，其实表现跟美国的小孩差不多，好，代表说什么意思？不管人种，不是人种的问题，不是北美跟亚马逊部落的差别，就是年纪的差别。只要年纪一样的话，大家的表现都会一样，所以这个选项也没有去 weaken 到。然后第4个选项说什么？研究人员他们给的问题，给出的问题，给5岁的小孩的问题，给7到13岁小孩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可是问题是，那如果是一样的问题，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削弱，对吧？我们要找到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变因，就是除了年纪之外的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变因。
所以如果是给一样问题的话，你不构成另外其他的变因。比如说，如果你给出的变因是说给美国小孩的问题比较难的话，那的确是可以削弱，对不对？就代表说不是年纪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就拿到了比较难的试卷。那你说都给一样的问题，那怎么去削弱？无法去削弱，对吧？所以这个选项会被我们排除掉，找不到别的变因，你反而把那个问卷难或弱的变因拿掉了。再来，大部分的小孩子他们都是有错一个以上的题目，可是这个是所有人都放在一起讲，你也没有去点出亚马逊小孩、法国小孩跟5岁的北美小孩有没有其他的差异。所以最后这道题右边这个地方我们选择的是 A 选项。那左边这个地方呢？来，我们现在回来看，刚刚我们确定 A 选项是 weaken，所以这个选项不可能被我们再选来做 support。那我们现在带入谁的角色来想？带入这个研究者的角度来想，我们身为研究者，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更证明说，真的就是跟年纪无关，跟人种无关，跟美国人或非美国人无关，就是跟年纪有关系。只要你年纪一大，自动天生的能力就会学会。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好，第一个选项不用看，因为第一选项已经被我们选掉了，而且这个题目很明显不能重复选，它就是两个，一个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不可能重复选，所以第一个选项不用来看了。来，第二个选项说什么？来，我是研究者哦，注意我带入研究者的角色，我要证明说真的是跟年纪有关系，年纪小就是不会，年纪大自然就会了。好，第二个选项说5岁的小孩没有学过几何，可是问题来了，你只能说明说哦，5岁的美国小孩他没有学过。但是我如果要看到哦，我如果要看到就是真的是年龄的关系，你应该让我看到的是5岁小孩长到7岁之后表现会不会变好？你只是跟我讲他没有学过 geometry，但是他们长到7岁之后，他们的表现会不会跟那些7岁的人一样好呢？如果会跟7岁的人一样好的话，那代表说真的是天生的能力；如果不会的话，代表说真的是别的问题。所以你只是跟我讲他没有学过 geometry，无法让我证明说到底这些小孩再多长2岁，会不会能力真的就起来了，对吧？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也不会选。那第三个选项说什么？说亚马逊丛林的小孩，刚刚说表现比较好的7岁小孩，如果倒退回5岁的话，他们其实表现跟美国5岁小孩一样差哦。所以这证明了，不管任何的人种，只要你年龄是5岁，你的表现就是一样。你现在看起来好像7岁的小孩表现的比较好，可是呢，当我们把他推回5岁的时候，他的表现就跟美国5岁小孩一样差，那就证明了就是年龄的作怪，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然后呢，多选项说什么？说所有的试卷都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那所以试卷一样，所以到底那要怎样？你只能证明说这个实验遵守了基本的规范，你只能证明说这个实验里面不会有其他的 bias，但你没有进一步证明说真的是5岁之后的影响。所以多选项，你可以其实它算是弱加强了，就是说它算是至少证明了这个实验里面我们没有差别待遇，我们给两边的人都用一样的试卷。因为如果有差别待遇的话，那当然就是会被削弱嘛。这个多选项至少证明的是没有差别待遇，但是呢，它的逻辑上就没有像是 C 选项那么强。因为多选项只是能证明说，OK，实验结果没有问题，你没有给他们偷作弊，好，你没有给他们不同的试卷，难度没有不一样，但是强度没有像是 C 选项一样直接跟你证明说，年纪回到5岁，全世界所有的人或者是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能力就会变一样，代表说真的是岁数的关系，所以 C 选项会比多选项的强度还来得更高。多选项只是保证了实验本身做的没有问题，但 C 选项是进一步证明了年纪回到一样的情况下，不同文化的人都会有一样的能力，所以是年纪更重要。那一选项当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为什么？他只是说每个人都会做错题目，可他无法去证明是不是年龄所导致的，所以这道题的第一个选项我们会选择的是 C 选项。好，所以你看，其实一样就是做 CRT，对吧？这道题一样就是 CRT，只是你会觉得比较困扰的，就可能是，就你会觉得比较困扰，可能是说，就是他把它一次放成2道题放在一起，对吧？但是2道题你就不可能是做4分钟，因为在那个 DI 里面算是1道题，那我们给他的时间刚刚说过的是3分钟左右，对吧？那3分钟左右你要如何去做到实际上是 CR 的2道题呢？就是很简单，确定问句要问的是什么，要问的就是针对结论，对吧？然后再来呢，确定你要先解哪一个，后解哪一个，
再来就是把自己带入那个适合的态度，这样会让你比较好思考。像你看，我们刚刚一直都要去带态度吧，我要怎么去攻击他？我就是一个反对这个论点的人，反对这个论点的会怎么想？我会觉得我要找到别的因素去证明说根本跟年龄没关系，对吧？那证明这个论点的人会怎么想？我要确定没有别的因素，对吧？或者是我要确定只要年龄一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会表现一样。你用带入角色，你就会很快的去想到你要证明的方向是什么。